非常謝謝大家轉到聚焦國際嘅節目現場，一禮拜嘅全球新聞短評，繼續利用10分鐘嘅時間，在台灣抓走天下大小事情。今日繼續有請到嘅係國防安全研究院嘅曾復生教授為大家來做評析。先生你好，記者好，觀眾朋友大家好。一禮拜帶大家來看嘅頭一條新聞係美國商務部24宣布，會同勞工部、教育部兩個單位呢聯合擴大選擇美國人才計劃。開發來自台灣、日本同韓國嘅相關攀親關係，先用觀察量嚟減輕人台灣嘅機會咯。也係嘛，美國咧佢決心啦，去發展嘅美國嘅半導體產業嘅一個生產鏈啦，所以咧佢喺2023年嘅5月就開始提出嚟Selected Talents USA 就選擇美國人才一個計劃。也個計劃咧，佢先從咧歐洲嘅奧地利、德國、瑞士一啲國家啦選人才啊，然後咧今年啊開始對台灣、日本同南韓啊來開始選人才，因為咧美國咧佢要發展嘅自主性咧半導體嘅產業啦，佢需要咧研究嘅人才、開發嘅人才同製造嘅人才，也啲人才呢要培養，所以呢佢就提出嘅 Selected Talents USA 選擇美國人才嘅大計劃。也就大計劃咧，佢配合美國咧科學同晶片法咧通過以後咧開始補助嘅大工廠半導體製造業嘅工廠到美國嚟設廠，同時咧開始咧聯絡美國各個部門向下嚟吸收全世界第一流嘅人才嚟美國嚟參加嘅半導體產業嘅發展所以咧佢提出嘅選擇美國人才嘅計劃咧，當然歐洲要顧嘅國家，同時咧，佢鎖定目標咧係中華民國台灣同日本、南韓，有啲國家第一流嘅人才咧，佢咩希望去吸收到美國嚟空下嚟發展，建立也全世界最強大嘅一個半導體產業嘅生產鏈所以咧，也就發展正式講，美國咧佢係簽有宏觀嘅一個遠見，同樣簽強大一個能量，同埋吸收全世界第一流半導體嘅人才，為美國嚟服務，同時咧做啲創造簽好嘅工作嘅機會同高薪嘅一個工作機會，所以咧也就做法咧，第一用美國嘅半導體產業啦，維持全世界第兩線嘅一個優勢嘅地位，同時咧面向其他世界其他國家嘅兩頭人面臨新嘅挑戰。如何嚟留住嘅新嘅人才，同時咧讓其他國家同美國強下合作嚟發展嘅半導體產業強下嚟享受也高科技發展嘅好處。喺呢下美國你中華民國台灣同日本、南韓係歐洲幾個國家兩頭人新嘅一個考驗。其實嚟看呢條新聞係講到咧高科技中國國家就是習近平是強調講要加大科技創新嘅力度，係特別鎖定像係半導體先進材料嘅太嘅領域，因為確定件事嘅個生產供應鏈嘅穩定哦，先至很讓人觀察呢件事情。嗱，又俾習近平咧，佢咩清楚了解講，美國對中國嘅科技戰係唔會停咧，會打到底。所以咧，中國咧佢自家要發展嘅自主性咧，關鍵嘅半導體同先進科技產業嘅一個能量。但是咧，要發展嘅一個能量咧，要清好嘅一個科技嘅研究嘅基礎所以咧，也俾咧中國態度改變基本也係全國科技大會。同樣兩院院士嘅一個會議咧，佢要斥責中共中央政治局嘅常委全部嚟參加。也表示講咧，中共中央咧對亞洲高科技發展嘅一個挺重要嘅一個政策咪相當嘅重視但是咧，佢面臨新嘅一個難題，有個難題係乜嘅咧？要發展嘅先進嘅科技提早尤其係半導體嘅產業啦，佢需要咧先進嘅設備。同時咧，先進嘅工作嘅機器先進嘅材料同時咧，最重要一點就軟體設計嘅人才咪要建立起來。所以咧，也就基本嘅一個要發展先進高科技嘅一個能量嘅基礎你睇中國態度發改變佢知道呢離美國嘅水準差千多
所以呢，佢要從頭開始做起，要從頭開始做起呢，當然佢要時間。所以呢，習近平也擺在全國科技大會裡面去公開承認啦。那中國在高科技發展面臨新的弱點，而弱點如果冇克服嘅話，那中國的高科技會永遠落後美國的高科技。也代表講乜嘅？美國同中國的戰略競爭呢個結構啊，要由科技發展來決定。如果中國冇提升科技嘅能量嘅話，所以就會永遠落後美國。所以呢，對中國嚟講，有嘅戰略嘅一個壓迫感，同時有時間嘅壓迫感。而習近平如何嚟面對一個新嘅難題啊？我知道佢係望有正確嘅答案。繼續來關心呢條新聞係歐盟委員會嘅一個高級關鍵係同日經亞洲呢個媒體係講啊，你下國家嘅戰略嘅安全環境都太改變，一下歐盟呢面有機會咪想來請呢個日本同韓國來合作發展軍備，現在要上來觀察一件事情。歐盟呢，而下面對新的壓力同挑戰，第一就係俄羅斯有可能會侵略歐洲，對歐盟嚟講，安全上係超大壓力，所以要提升嘅軍事嘅能量啊，從軍事設備嘅一個發展。同時呢，歐盟面對一個新的壓力，係美國嘅政治嘅不確定性同歐洲關係嘅不確定性啊，讓歐盟嘅安全啊，咪受到超大壓力。所以呢，歐盟啊一決定啊，佢要強化佢自家軍事設備嘅能量呢，啊，除了自家努力之外呢，佢要分散嘅這個合作嘅來源。所以呢，日本、南韓變為佢嘅超重要一個選擇嘅對象。啊，對美國啊，對日本、南韓嚟講呢，因為呢，俄羅斯同這個北韓啊，你也建立超重要一個戰略盤稱嘅關係，同軍事合作嘅關係。對日本同南韓咩超大一個威脅，所以呢，日本、南韓你也咩決定講，我來分散強化嘅軍備能量嘅一個來源。除了美國之外呢，佢咩開始發展同英國啊、歐洲國家一個互動嘅關係。所以呢，兩邊全部有需要，所以也擺呢歐盟同現在同日本、南韓啊來發展啊合作嘅軍事裝備嘅一個合作嘅關係啊，係一個有超重要一個政治、軍事同經濟嘅基礎。但是呢，兩個地方啊，歐盟同日本、南韓啊，同樣面對一個超重要一個難題，所以要發展嘅軍備能量啊，佢也要從面對一個規模特色。所以成本會超高，同時呢做出來產品啊，愛銷到其他國家，就會面臨來自美國同俄羅斯嘅競爭嘅壓力。所以呢，兩個事情啊，對歐盟同日本、南韓嚟講，我哋傾下合作發展嘅軍備，當然係好嘅事情。但是呢，未來要面對係一個規模特色，同時成本會挺高，產品呢出口嘅市場咩特色，同時呢會面臨來自美國同俄羅斯競爭嘅一個壓力，也係新嘅挑戰。如果佢有啲國家冇辦法嚟應付呢啲事情嘅話，將來會面臨新嘅更加大一個成本嘅難題。今日來看到嘅係以色列嘅總理納坦雅胡係表示講呢，加沙嘅戰鬥啊，你下算係愛收尾嘅階段呢，係咪對咧哈馬斯嘅戰爭會有轉變咯？先生用嚟看。知道也係以色列嘅納坦雅胡政府啊，佢做出一個超重要一個決定。有個決定講嘅佢雖然愛同哈馬斯武裝集團啊有暫時性嘅協議，同樣以色列被哈馬斯扣留嘅人質啦，全部都救出來。但是呢，納坦雅胡政府呢，佢係咧決定講愛同所有嘅哈馬斯武裝集團嘅成員啊，全部殲滅，嘅任務啊，將做得達成。同時呢，佢哋宣布啊，要開始準備要對黎巴嫩嘅真主黨就以色列北部嘅亞洲地方嘅人員啦，進行也鬥爭，同時呢，要開始嚟攻打也黎巴嫩真主黨嘅一個分子啊。所以亞洲宣布以後呢，讓美國就開始緊張。但是對於納坦雅胡政府嚟講呢，雖然佢哋係面對所謂暫時內閣嘅一個解散，但是呢，納坦雅胡政府呢，佢成立一個新嘅呢個咧臨時特別小組，特別小組呢，就納坦雅胡還有一個國防部長格蘭特
同樣國家安全部嘅部長同財政部長，也4週年啦，向下成立也特別小組呢，強調講，佢要發揮也猶太人正宗猶太人嘅基本嘅理念，需要擴大拿回嘅聖經地位所強調嘅一個基本就是上帝本嘅以色列人猶太人應該有嘅土地，也土地咧就包括加沙走廊。還有也這個黎巴嫩的真主黨底下佔領的地方，所以呢，知道納坦雅胡政府啦，佢就要趁亞伯嘅機會同亞洲屬於猶太人以色列應該有嘅土地全部都拿進來。但是美國咧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朗上將佢就公開表示講，如果納坦雅胡政府做這件事情嘅話，可能會讓在伊朗建築也中東地區嘅戰爭，讓整個中東地區嘅和平穩定嘅發展面臨更加大一個挑戰。所以呢，佢強調納坦雅胡政府要三思後行。好，羅拉先生，禮拜帶來嘅評析，禮拜回顧嘅新聞呢，包括美中嘅科技競爭、韓國全球安全時刻改變，因為日本同韓國合作，先必是係了以下戰爭嘅轉變咯。先看一下，大家繼續關注了川普同拜登再個對決。